黛西呢？他在何在办公室？怎么要我叫他吗？对，同时告诉他，只要我的办公室门关着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感觉有点异常。季玉的妈妈要告罗琦，我给罗琦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一个都不接。我去给他打一个试试。你不要介入。我有一个电话是专门用来在唯品会下单用的，除了打快递，从来没有打过别人的电话，没有人知道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罗琦女士吗？对，什么事儿？幼儿英语了解一下。她没事儿，就是不想接你电话，可能是生你气了吧。好吧。那个黛西，我去跟她解释一下，刚才你肯定把她吓着了。有吗？你发起火来，连我都得躲着你。我发过火吗？对你。喂，蓉蓉，我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我实在没办法，就找了何塞。我是罗宾。哦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了，小误会，真的没什么事儿，放心吧。嗯。你找谁啊？啊，我找罗琦，他搬走了，搬走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这一半天的事儿。您确定吗？确定，拉那么大一个箱子，我以为啊他出差呢。那请问您知道他搬哪儿了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哦，对了，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说是他朋友的，有什么事儿给他朋友打电话。来，您记一下。麦飞，哎，找我啊？罗琦在哪儿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罗琦之所以搬家，之所以让小安换学校，那就是想躲开季宇。那如果你知道了，罗宾就会知道；罗宾知道了，那季宇一定会找上门。你知不知道？季宇因为太想念小安，他今天堵小安校门口，被人家当成人贩子给抓了。派出所一个电话打给罗宾，让他去接人。你想吃什么呀？这商场里全是你爱吃的，有你爱吃的重庆火锅。我没有和你开玩笑。我们能不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呀？你怎么这么无动于衷啊？啊！剥夺一个父亲见孩子的权利，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？那你让法院告吧，你去让告罗琦吧。如果他支持他的诉讼请求，他判下来了。麦飞，你太不近人情了吧！我怎么不近人情啊？我只是个律师，我能做当事人的主吗？那你可以起码建议一下当事人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当时没建议呢？行，你告诉我罗琦在哪儿，我去说服他，行吗？黛西，你辞职吧。你不适合做律师，你得学会抽离，要不然你还活不活了？怎么抽离啊？
我过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声，我已经接受季玉先生的委托，准备起诉你姐姐罗琦。你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核实此事。起诉什么？我们准备诉罗琦故意设置探望障碍，使得探望人无法见到子女，遭受精神痛苦。我们要求精神赔偿，让小安的母亲赔偿小安的父亲。不仅如此，探望权受阻可以成为更改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理由。你是要把小安从他母亲身边夺走？这是你姐姐罗琦咎由自取。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咱们俩在同一间律所，我已经接受了季玉先生的委托。根据利益冲突原则，除非你从全景辞职离开全景，不然你不能做罗琦的律师。而你姐姐罗琦现在的律师是你的学生麦飞，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沉重的打击，因为他至今不接受调解，也不告诉我们你姐姐和小安她在哪儿。好，我们现在找不到他，那我只能申请法院拘传你姐姐罗琦了。还有件事儿，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，但是我现在就想告诉你了。季玉的母亲想要投诉你被我拦住了，你不必谢我。投诉我？投诉我什么？老太太怀疑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因为据我们所知，你姐姐罗琦打算要把小安送到国外去，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起诉，刻不容缓，把你所耽误掉的时间都夺回来。而你呢？你作为一名律师，你假装去帮助季玉，骗取她的信任，而你实际是在帮着你姐姐转移和藏匿孩子。季玉找我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罗琦是我的姐姐，我为什么要去骗取？也许他想象不到，你搞不定你姐姐，你更不舍得起诉她。好，我来做你搞不定的事情，你做好准备，等你姐姐败诉的时候，给她递纸巾吧。罗宾老师，哎，罗老师，